捐赠者的心脏就会有一些细胞啊，可能会坏死啊，或代谢掉。那这些就跑到我们血里面，变成游离的 DNA， 用抽血来去判断，它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说，它可能有排斥，也不用住院，也比较不用做侵入性的切片。我有一位女性病人，她是某一个进口车 sales 全公司第1名啊，大概在17年左右。又做了第2次的心脏移植，他的业绩是全公司第1名。欢迎收看名医会客室，跟我一起掌握健康大小事。台湾的移植技术非常的进步，但是因为器官来源有限，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心脏可以用最久呢？如何可以听见心脏在抗议的声音呢？今天名医会客室邀请到现场的专家是我们国防医学院的教授，他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心脏移植团队的负责人蔡建松蔡教授。教授您好。你好。教授，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通常在你们做完这个移植手术之后啊，最怕患者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是排斥，第一个就是感染，而且有时候排斥跟感染同时来，有时候你都会分不清楚，药物的拿捏都很难。那排斥里面，有的是本来就会排斥，有的是病人不合作，有的病人不吃药，药物中断了啊，那个也是我们排斥里面很怕的一件事。那我们以前在想排斥这件事啊，讲的比较常见的是那种急性排斥，移植没多久就开始好像不适应。可是这种是不是照道理我们都在想，你事前要配对，不就知道它不会发生了吗？一般来讲，我们的排斥分为超急性，就一种进去就不行，然后1个礼拜到1个月叫急性，然后1个月到1年叫亚急性，1年以后叫慢性。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了，你就是要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们术后的追踪就变成很重要了。很重要，而且是一辈子要追踪。追踪的频率会怎么样，或者追踪的重点会是什么？一个心脏移植啊，平均世界的水平，但是希望它能够存活10到14年。可是因为现在技术越来越进步，药物也慢慢在改善，所以现在其实超过20年是蛮常见的。像我门诊很多病人都已经超过20年。那在早期啊，我们要知道他有没有排斥，是我们看心脏的超音波吗？还是甚至我真的必须要直接把它切片来看呢？如果说一般的病人，假如说不做切片的话，我们会从几个面向来看这个病人有没有排斥。第一个，心电图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所谓心律不整，新产生的心律不整。那 X 光片心脏有没有比以前有扩大，肝肾功能有没有变化，或者心衰竭指数有没有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心脏超音波看他心脏的收缩率跟射出率有没有下降，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参考。最高 standard 的还是心肌切片，但是想到要切片就觉得怕怕，所以我想请教，就是难道他已经发生了排斥，他自己会没有感觉吗？没有症状吗？如果是超急性，都生命攸关的，这一定知道。如果是急性，也很容易察觉，因为这个时候病人通常都还在住院啊。但是亚急性这时候都已经回到家里了，慢性这个时候也都回到家里。但是如果你排斥是慢慢发生，而且并不是来势汹汹，有时候病人还真的不知道。他只是觉得，最近好像稍微比较喘，或者脚比较肿啊，或者是觉得怪怪的啊，所以定期的回诊，主治医师根据他所有的抽血数据、X 光片、心电图、心脏超音波这些定期做的检查，来收整这些数据，做一个判断，要不要调整药物，或要不要进一步做切片。过去都是这样做。现在有一种就是用抽血的方式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身体里面有某些微小的指标，就可以知道现在好像心脏在攻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现在有一个叫 Prospera 的一个方法，心脏从捐赠者到受赠者身上一定会受到免疫攻击啊，那我们用免疫抑制剂去稳定这一颗心脏，让它的攻击减少，等于攻击方的攻击就没那么强，那这样他心脏可以比较不要受损。那不管怎么样，多少还是会有受到攻击。捐赠者的心脏就会有一些细胞啊，可能会坏死啊，或代谢掉。那这些就会跑到我们血里面，变成游离的 DNA 啊。这些游离的 DNA， 你就可以根据用抽血来去判断，它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说，它可能有排斥。或可能没排斥，的确这是一个很好也比较简便的方法，也不用住院，也比较不用做侵入性的切片。因为切片虽然
听起来是不难的 procedure， 可是其实切片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危险。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提早发现他是不是已经在慢性排，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傻傻的以为我有在吃抗排斥药应该就没事啊，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是吃抗排斥药只是把它压制住，是让它在一个平衡，让这个器官发挥功能但是实际上它的供给是一直持续的，是，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的供给力给下降让这一颗心脏可以稳稳的在那边工作。那等于说我们有机会提早用非侵入性的方法，知道我们在这个心脏是不是已经它的供给是不是变得异常？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马上觉得异常就把它摘出来，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即使是我们做切片，其实我们也是定期做。刚移植完，比如第1个月你可能做2次到3次，甚至有的医院还做4次。你可能第2个月做2次，第3个月又做1次，第4个月、第5个月、第6个月可能又做1到2次。如果按照 textbook 标准的做法，半年到1年可能至少要做个10次左右。对病人来讲，其实是第一个蛮辛苦，第二个蛮有一些风险。那如果我们把常规的切片改成抽血，或者甚至抽血的频率还可以再多一点，因为抽血比较简单。而且病人平常定期就要抽血，像我们移植的病人，大概3到4个月就要定期抽一些数据来做比较，看有没有排斥，有没有排斥的可能。或者作为一个调药的依据，那病人就不用做切片，而且这个准确度是怀疑你没有大概就不会有几率蛮高的如果有怀疑你有再来做心肌切片就 OK， 所以你就可以大幅下降心肌切片的频率，因为其实心肌切片偶尔也有人把心脏给扎破了，甚至急救了。走掉的都有所以心肌切片其实能少做就尽量少做。那如果有这样的工具可以取代心肌切片的频率，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前3个月尽量用切片跟抽血对比，但是切片的频率可以下降。比如说我第1个月做2次就好第2个月我做1次就好，然后再来第3个月做1次半年做1次，这样我只做了4次。如果1年再做1次，我只做5次，就不用做到10次。我降低了切片的频率，那我就用抽血来辅助。那如果1年以后，本来是2年要做1次，3年半要做1次，我可以用抽血来看看，那这个病人要不要再做？那我的建议是比较稳定的病人，如果抽血是 OK， 其实是不要再做了。但是如果根据过去前面的切片排斥的频率比较高的，我是建议后面还是用抽血跟切片做对比，可能这样病人比较不会 miss 掉。您自己做这么多年的移植手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患者？我有一位女性病人，她是某一个进口车 sales 全公司第1名，她还做了2次心脏移植。她第1次做完大概在17年左右，她很年轻，我帮她做了第1次心脏移植。大概在17年左右，又做了第2次的心脏移植，他的业绩是全公司第1名所以你只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甚至表现也不会很差当然也有很不好的，就是都不吃药的，很年轻，然后甚至有时候不回家，爸妈都找不到，一直住院，每次都要去把他救回来，甚至还要装叶克膜，然后再把他命给救回来。所以你看，一个很合作、很成功的一个手术，加上病人照顾自己，他一样在职场上发光发热。2个年纪差不多，一个就这样配合度很差，自我唾弃，然后不合作，重复住院，造成他个人、医疗团队还有他家属非常大的负担跟困扰。今天学到一课，就是不要觉得我没有感觉，我的心脏就没有在跟我抗议。或许我们可以更仔细的去看它，更仔细的去追踪它，早期发现它是不是在排气，早期的调整，让我们的心脏保护更久。非常谢谢蔡教授今天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是，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